的？莫不是傳說中的殺戮道？妖将受帝令保護，但協助者經常意外橫死。待莫非大人将莫将軍送战帖，不知可否与在下切磋一二？ 仙逆118集，亡灵在红牢内经歷瘋狂的杀戮後，凝聚出3000杀戮之气，让亡灵实力大增，在妖将大比中有十足信心。以亡灵目前的实力，足以对抗问鼎初期的强者。莫厉海带亡灵拜访问鼎初期的玄城副帅时，亡灵施展2000道杀戮之气，一招就打得副帥身受重傷，要闭關3个月才能恢復。在離開玄副帥府後，莫厲海內心充滿欣喜，他鄭重地向亡靈抱拳致意，請求亡靈在妖將大比中全力相助，並表示會永遠銘記這份恩情。有了亡靈的協助，莫厲海信心倍增，認為在妖將中幾乎所向披靡。他反覆回想亡靈那招神通的威力，設想自己若是面對這一招，結果必敗無疑。亡靈承諾會履行約定，相助莫厲海。與此同時，在天妖城中心的帝都劍閣內，一位黃袍人背對畫面，望着陣法中的帝劍，溫和地勸說他停止前往紅牢搗亂，好好安靜幾日。陣法中的銀劍發出不甘的鳴響，但在黃袍人威脅要將其送入龍壇後，劍鳴漸漸微弱，雖不情願，卻只能服從。不過對那個挑釁他的食物的怒意更加強烈。在紅牢最底層的血色世界裡，自從帝劍停止破壞後，這裡逐漸恢復了往日的秩序，大量重犯被投入其中，血腥的殺戮循環再度開啟。在一個血潭中，一位黑髮男子靜坐修煉，絲絲殺意不斷從血潭湧入體內，使他的殺戮氣息日益濃重。他偶爾抬頭時，血紅的雙眼會閃過一絲清明，內心堅定着逃離此地的決心。當新一輪殺戮開始時，他如同殺神般橫掃四方，最終成為天空中唯一的幸存者。趁着短暫的清醒時刻，他瘋狂衝向出口，卻被突然出現的地劍銀龍攔截。無奈之下，他選擇自爆迎擊，雖然傷及銀龍爪子，卻更激怒了他。復活後，銀龍反覆擊殺他，多次方才罷休。既然被限制外出尋找那個可惡的食物，銀龍決定將怒氣發洩在這個血色世界裡。隨着妖將之戰臨近，整個天妖城籠罩在壓抑的氣氛中，來自各城的妖將們積極備戰，明裡暗裡施展着各種手段。在這暗流湧動之際，莫厲海深居簡出，整日閉關修煉，保持最佳狀態，同時布置陣法，調遣得力部下嚴密防護。唯獨亡靈依然保持着往日的平靜生活。他來到畫舫聽琴，正當他沉浸其中時，一個輕蔑的聲音打破了意境。百戰外，一個黑衣男子帶着盤旋的細劍，傲慢地要求與之一戰，聲稱要斬斷莫厲海的臂膀。亡靈並未起身，甚至沒有看對方一眼，只是右手拇指輕點，施展寂滅指，一道黑芒激射而出，所過之處青草枯萎，草木之氣融入指力。黑衣人急忙後退，飛劍迎擊，卻在接觸黑芒瞬間粉碎，指力印在他胸口，將其擊飛倒地。亡靈心知這不過是某個不了解他實力的妖將派來的試探者。在距離亡靈1000丈之外，河邊的一家酒樓2層，2名黑衣男子正透過窗戶暗中觀察着他，隨即下令酒樓1層的一名黑衣中年男子化作一道凌厲的劍光，直射亡靈。亡靈此時正沉浸琴音之中，劍紅帶着濃烈殺意呼嘯而至，使得周圍環境瞬間變得空曠肅殺。面對攻擊，亡靈依舊未轉頭看一眼，只是再次施展出寂滅指，黑芒一閃而過，與劍紅在空中相撞，劍紅瞬間崩潰，顯露出其中的中年男子，他口噴鮮血，狼狽後退，但寂滅指速度更快，印在其胸口，終結了他的性命。酒樓上的年輕人見狀猛地站起，判斷亡靈隱藏了真實修為，可能具有陰變中期實力，於是擁有陰變後期修為的他親自出手。年輕人走下酒樓，一步步從容不迫地走向亡靈，每走一步，他身上的氣勢便攀升一分。在30丈外停下時，周身已彌漫着強大的妖力，其中竟還混合着一絲仙力，形成了獨特而強大的仙妖融合氣息，使他仿佛成了這片天地的主宰。然而亡靈的注意力仍在遠去的琴音上，他依舊隨意地揮出寂滅指，年輕人自信的結印凝聚出一個光球式，他輕蔑地認為亡靈不自量力，但轉眼間光球內部被黑氣侵蝕，瞬間崩潰，黑芒再次射向他。年輕人臉色大變，連連後退，雙手急速結印，幻化出上百個光球，才勉強將暗淡的黑芒抵消。他喘息着，認為這已是亡靈的最強神通，破除此招後，對方再無手段。此刻琴音已遠，亡靈終於站起身，轉頭看向青年，雙目猛然睜開，眼中閃過一絲淡紅，一股凝練如實質的殺戮之氣，如同利劍般通過目光宣洩而出，直接轟入青年的心神。青年頓覺腦海中霹靂炸響，無邊的殺機瞬間衝垮了他的仙妖之氣和先前積累的所有氣勢，他感到渾身冰涼，仿佛利劍灌腦，心神幾乎崩潰，連手腳都不受控制的顫抖。酒樓1層的其他黑衣人，即便遠在1000丈之外，也如同身臨其境，被這恐怖的目光所射，感到死亡的恐懼，冷汗瞬間濕透衣背，仿佛看到了天地間的殺神。酒樓2層的一位年長者，此刻再也無法保持鎮定，猛地站起，身前的桌子轟然粉碎，他面色大變，體內仙妖之力本能的瘋狂運轉，他瞬間明悟，這是極其可怕的殺戮道，需要殺戮無數才能練就如此實質般的眼神。他自認修為與亡靈相當，但絕非其敵手。
腦海中只剩下一個念頭：快逃！他毫不猶豫地想瞬移離開，卻被一股無形的力量硬生生從虛空中逼出。他面色慘白，改為衝天而起，撞毀了9樓2層。然而，他的身形剛至半空，便猛然僵住，冷汗直流，因為亡靈不知何時已出現在他前方1丈之外，靜靜地看着他。亡靈平靜地陳述：對方打擾了自己修行，豈能輕易離開？年長者自知無法幸免，臉上露出慘笑與瘋狂，瞬間自爆了全身的仙妖之力，一股毀滅性的力量包裹住倒塌的9樓，將方圓100丈內的一切化為寂滅。亡靈在100丈外顯出身形，他輕輕拍去身上的灰塵，轉身離去。在天妖城權力中心的帝都宮殿內，妖將莫非憑借其在對抗火妖郡時積累的顯赫軍功，上書請求與莫厲海進行一場提前對決。妖帝覺得這個提議頗為有趣，便爽快地批准了。就在距離正式大比僅剩8天的一個黃昏，一位背負巨劍、來自大羅劍宗名為莫陽的修士來到莫府門前，一種極其霸道的方式，直接用自身劍氣將莫府大門震為齑粉。2名上前阻攔的軍士瞬間爆體而亡。他聲稱奉妖將莫非之命前來遞交戰書。莫陽長驅直入，其周身10丈仿佛化為死亡的絕對領域，任何試圖靠近的莫府護衛皆身體崩碎，化為血霧。即便是莫厲海麾下修為不俗的客卿聯手，也難以阻擋其鋒芒。直到莫厲海本人現身，他那強大的妖將氣場才暫時遏制了莫陽前進的步伐。莫陽從容地道明來意，揮手掷出一份僅書1戰字的金色鐵文，約定3日後於古道聽榭外一戰，隨後便欲轉身離去。然而他的腳步因亡靈的歸來而停滯。莫陽認出了這位天運宗的子系第妻子，言語間帶着大宗派弟子固有的傲氣，但亡靈卻無視，他徑直朝着自己的居所走去。這種徹底的無視深深刺痛了莫陽的自尊。他出聲喝問，試圖引起亡靈的注意，卻只換來亡靈一句羞辱。惱羞成怒的莫陽決定以武力挽回顏面，他施展出大羅劍宗的精妙劍訣，64道靈力劍氣瞬間生成，呼嘯着襲向亡靈。這看似威力無窮的攻擊，在觸及亡靈身體的剎那，竟如泥牛入海般無聲無息地消散了。亡靈甚至未曾動用任何法寶，僅憑肉身與莫測的神通就化解了攻勢，並再次指出莫陽千年修行卻心浮氣躁。接連的受挫與輕視讓莫陽的怒火燃燒到了極點，他動用了壓箱底的絕技莫陽劍斬，幻化出一頭暴虐的紫色巨陽虛影，迫使一旁的莫厲海等人不得不急速後退避其鋒芒。面對大羅劍宗莫陽那巨劍斬擊，亡靈的表現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他沒有施展複雜的神通，也沒有閃避，而是在對方難以置信的目光中，緊緊抬起了右手，生生將那蘊含着恐怖力量的巨劍劍刃攥在了掌心。在抓住剑刃的瞬間，他右掌之上1000道生之烙印急速閃烁，形成了強大的防禦。劍身上的陽魂瘋狂咆哮掙扎，試圖撕裂這只手掌，卻如同蚍蜉撼樹，無法令亡靈的手腕移動分毫。當那暴虐的陽魂虛影凶性大發，反口吞向亡靈時，亡靈目光一凝，眼中紅芒乍現，一股更為純粹的殺戮意念直接衝入陽魂體內。陽魂頓時發出一聲悲鳴，虛影崩溃，化作經典縮回劍中，整把巨劍也隨之安靜下來。亡靈這降服劍魂的手法，竟與當年其師天運子震慑神車獸魂時如出一轍。這一幕深深震撼了旁觀的莫厲海，他意識到亡靈在紅牢閉關3個月後，實力已然攀升到一個令他望塵莫及的高度，而本命法劍被奪的莫陽更是心神受創，口噴鮮血。被逼入絕境的他，眼中閃過一絲決絕，準備動用其師尊靈天後所賜的作為最終保命手段的那一道劍氣。然而，就在這劍拔弩張的時刻，亡靈卻主動緩和了氣氛。他表示自己與大羅劍宗並無仇怨，此番衝突純因莫陽一再相逼所致。他讓開道路，並將巨劍歸還給莫陽，只托他帶一句話給劍霄12子，在妖靈之地期間，自己不願與他們為敵。說完便從容離去。這突如其來的轉機讓莫陽愣在當場，隨後迅速飛離莫府。隨着距離拉遠，他緊繃的心神逐漸鬆懈，內心對亡靈的恐懼迅速被怨恨取代，盤算着日後聯合師兄們進行報復，甚至想到若那為名為貪狼的前輩在此，定能輕易斬殺亡靈。可就在他心神最為鬆懈之際，異變陡生，數道灰色之氣毫無徵兆地從他背後的巨劍中竄出，如毒蛇般迅猛地鑽入他的頭顱。莫陽只來得及發出一聲淒厲的慘叫，便從空中墜落，身體在過程中急速枯萎，血肉精華被灰氣掠奪一空，最終化為乾屍毙命。至死他都不明白，自己明明檢查過的本命巨劍，為何會隱藏着這等致命的陷阱。此時，亡靈的身影在屍體旁浮現，他帶着莫陽的屍身瞬移回到自己房中，立刻布下禁制護法。他之所以在最後關頭選擇放走莫陽，並以灰氣暗算，正是因為在莫陽準備動用最後手段守住眉心的那一刻，亡靈感受到了一股強烈至極的生死危機。這股危機感穿透了他3000多道生之烙印的防護，直接衝擊其心神，讓亡靈斷定對方藏有足以威脅自己性命的恐怖
殺招。亡靈開始煉化莫陽的屍身，幽火焚燒下，乾屍化為灰燼，露出了被層层灰色印記封印的元神，最終聚焦在莫陽元神眉心處，一道極其細微、形如小劍的藍色絲線正若隱若現。在看到這絲線的剎那，亡靈心神俱震，仿佛直面騎士尊靈天後的無上劍威。他立刻認出，這正是靈天後賜予門下12位傑出弟子的保命劍氣。這道劍氣既然被我看到，便是我的了。他果斷元神出窍，開始小心翼翼地用元神之火煉化莫陽的元神。歷經數日的持續煉化，莫陽的元神終於徹底消散，而那道藍色的劍氣細絲則安靜地漂浮在原處。亡靈的元神略作猶豫，隨即顯現出果決之色，猛地一口將那道藍色細絲吞下。吞入的瞬間，他的元神劇烈顫抖，與肉身的聯繫幾乎斷絕。他奮力掙扎，在聯繫即將完全消失的前一剎那，成功回歸了肉身。隨後，他陷入了長達3天的靜坐調息。當他再次睜開雙眼時，一個劍形的利影在他眼內瞳孔中一閃而過。亡靈成功奪走了靈天後贈予弟子的一道劍氣。